我俩情况挺相似的，都离过婚，年纪都这么大了，在一起呢，互相有个照应。但是呢，他对我计较太多。我对他和他的家人都掏心掏肺的，可他跟他儿子从来都不拿我当一家人，我感觉挺心寒的。我们才在一起1年多，他就什么都想要，从来都不理解我，还总说我的不是。我跟他在一块儿，连名分也没有，什么对我都有所保留，他就没想跟我好好处。掌声有请这对有请。李先生51岁，来自河北个体；何女士48岁，来自河北售货员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今天谁要来的？我要来的。要来干嘛？我俩在一起相处1年多了，提出来了要和我分手啊，所以来这儿来调解。你不想分哈？不想分。咋认识的呀？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。哦，朋友介绍认识的。然后呢？然后这是我追的他。追了多久啊？追了2、3个月吧。啊，就好了是吧？这不突然间提出要和我分手吗？哦，行，为啥要分手啊？因为他一开始跟我承诺的挺好的啊，但是后来吧，就是说认识1年多了，以前说的不算数。行，咱们说他以前给您承诺过些什么吧，又没做的。就是在我们认识有半年多的时候吧，啊，那时候我就看他花钱挺大的，我就说他，我说你呀，整天的出去喝酒打牌，我说你老这样也不行啊，你本身咱们老了怎么办呢？我说多存点钱。完了那时候他是答应说让我帮他管着钱，后来了我说不行，你就把卡放在这儿，但是等着用的时候再给你，他就不愿意。哦，答应让人管钱，又不让人管了，是这意思不？为啥？我是一个做包工的，上边有老板，哦，有事我得应酬，哦，下有工人我也得应酬。哦，咋了？不是您说这干嘛呀？这不是他总说我不给他钱吗？人家不是说不给人钱，人家是说您曾经答应说家里的钱让人管，您才不让人管。我都为了我在外头花销大，所以没给他。哦，能理解吗？能理解，我也跟他说了，我说你省着点用，你就是说应酬也没必要天天出去吃喝吧。你再说你整天出去打牌，你就是应酬也是1个月出去几次就行了，也不用天天的呀。行，听明白了。还承诺您什么了？没兑现。第二就是这不是我们没真正在一起呢吗？就是他那个有套房子自己住，我有时候就过去给他收拾收拾屋，做做饭什么的。后来了他就说，他说不行你就搬过来住吧，他说这样2头跑也挺累的。我说搬过来也行，但是没名没分的。我说不行，咱们就结婚呗。我说结婚也不需要大操大办的。我说结了婚，在房产证上填上我名字，他也不愿意。我那个房子是给我儿子留的。但是呢，我让他过去一块住的目的呢，就是俩人搭伙过日子，有啥事呢互相有个照应。但是呢，我儿子呢也不同意我再婚。我俩呢必然是相处刚1年多。我的意思就是呢，再相处2年。那不同意你可以别搞啊，你可以听你儿子的呀。那必然我跟你刚相处1年多。你跟我相处1年多，那你当初你怎么承诺的呀？我这不说吗？再相处2年，写上你的名字也可以。你相处2年，我都这么大年龄了，我还总跟你啥呀？也拖不起的意思是吧？对呀。行，这是第2个矛盾焦点。我要跟你结婚，你不同意娶我。反正通过这些事儿，我就感觉他对我也不是真心的，就想找一个帮他做饭、洗衣服什么的。他还承诺过您什么？或者你们还有什么矛盾和冲突吗？剩下就是关于孩子吧，因为我们2个不都有孩子吗？你像我儿子吧，也是这么大年龄了，就是在家待着也没啥事儿呢，没正经的工作。您儿子多大啊？28了。28岁了啊。我说的不行，就是他不是做装修的吗？我说不行，你就带他吧。他也不愿意。这为啥呀？
但我那工作啊又苦又累，还有技术含量。我包工程的时候啊，都有这个工期的限制。一到抢工期的时候呢，没黑没白的这么干。人家孩子愿意吃苦挣钱，跟着您。现在我感觉啊，现在的孩子们他受不了这个苦，所以呢，那你也没让他试，你就知道他受不了这苦。我连我的家人跟亲戚我都不带。哦，所以你也不带他的孩子是吧？哦，行。你亲戚跟我儿子不一样，因为你毕竟想跟我过日子。那我怕有事到哪儿都不好说。你怕你有事儿，你既然想跟我结婚，你就应该把我儿子当自己的孩子那么看，对吧？我不嫌你管得严啊。这个当妈的倒是豁达啊。这个还有什么事儿他答应您就又没办，或者让您心里过意不去、不舒服的，就不想跟他再交往下去了呢？就是我儿子这不也没有对象了吗？哦。他儿子毕竟在那个厂子上班，认识人也多。我说不行，你就帮他介绍个对象，这样他结婚了，我不也省心了吗？啊。完了，跟他说了几次吧，倒是帮着介绍了，就是我不喜欢那种化浓妆的，就感觉就是说一个吧，只要是说不用长得太好看，只要是能持家过日子就行，稳稳当当的。啊，这也不影响你们俩的感情，说这事儿干嘛？我知道，就是说我跟他说了几次了，他也不怎么管。哦，就对你儿子的婚事他不上心，是吧？对，因为如果说你想跟我结婚的话，毕竟说我必须得把我儿子安置好了，我才能走，对吧？对，当妈的想得深远。您怎么回事啊？他跟我说这事了，我跟我儿子说了，我儿子在他们单位通过他们同事给他说了一个呢，他看不上人家，没办法，我在我的工地食堂有一个做饭的姑娘，我感觉挺好，这我跟他说给他找一个婆家，他说行，这我都给他儿子介绍了，这回他又看不上。哦，就您介绍的或者你们家介绍的，他都看不上，这不怪您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挺委屈的。不是看不上，你就是说你给找吧，应该给找一差不多的，你看看我儿子，再看看他，是吧？对比一下。上次都是因为化浓妆，你知道我不喜欢这个，你还给介绍这样的。现在年轻人他不都化吗？对，您这不上心。有不化的呀。对，还有什么事儿又让你伤心了呢？哎呀，这个恋爱谈的哈，还有吗？就是，你像他不是干装修的吗？啊。就是我姐买个房子，我姐买房子就想我处这对象不是搞装修的吗？就是说让他帮着装一下，就是想省点钱，再装的好点儿。啊。我说行，跟他说了几次，他都不是心甘情愿的答应。妈，我给你装了。装没装？你给装了，因为我姐吧觉得找家人装的挺放心的吧，也不怎么去，就是干了将近1个月了吧，过去看看，到那儿一看呢，买的材料什么的，干的活啊都不行，完了，一生气不用他装了。啊，咋回事儿？当时啊。工地上活多，我忙，我这工人也下不来，我也下不来，所以呢，我通过朋友给他招了一波，但是呢，啥事我都交代好了，哦，这就让他们干去了，干了给人轰出来了呢，这干了段时间，人家工人回来了，这回找我，跟我要工钱啊，他们那轰出来了也没给我信儿，工钱也没给人家。那还咋给工钱呢？你说干那活都给返工了，都给拆了，自己又重新装的。拆了工出来你得给我个信儿了。那你找别人装你咋不说呢？他不是让你给装吗？你不是亲口答应的吗？我找别人我也交代好了，我没说我没事去，我工钱。你交代好了还能干出那样活来？哎呀，这个恋爱谈的怎么就是没有花前月下呢？这个像我们这年龄了，因为我找一个就是想找一个务实。对，理解务实，就是想找一个这个工钱轰出来了，也没给我信儿，工钱也没开啊，工人找我去了，没法了，我得给你开工钱打人情，啊，到现在呢，他姐1分钱也没给我，搭了钱搭了人情还没落好，对吧？啊，他生活里对您大方吗？对您好吗？对我呀，反正花个100、200的吧，还行，这大的钱我也没用他花过呀。哦。主要就是啥呀？就感觉通过这几件事吧，感觉他们吧对我们俩也不是说想成为一家人那样。哦，是吧？我没那意思。啊？但是你感觉那你没这意思，那你办得出来这些事儿，
可都是这个意思。这我的事儿有没有谁体谅我呀？我看你一直看着我有房，我能挣点钱，对吧？你都图些。那我可不是就我没房，我可不是就找一个有房的呗？因为我也不是20多岁小姑娘是吧？我已经都50岁了，我肯定是你有找一个。房也没说房本不信的面，等再出处，那不跟人说了吗？再说当初给咱们介绍的时候不就说吗？说你有房。因为咱们接触的时间不还是比较短吗？我感觉。唉，行，明白了。另外，总感觉是，我有房，年收入不低是吧？就是，但呢，有一次我报工程，工程报完了，但是跟老板算账，没法了，工人的工资都得我开啊，这事谁能了解我呀？是，我挣钱也不易。是啊，所以双方的这个心理差异和差距就出来了。您是想找一棵在老年生活当中可以依靠的大树，对吧？是不是这意思啊？您是希望找一个在未来的这个老年生活当中能够互相搀扶着、体谅您的这么一个伴侣，对吧？人家要找大树，那您是大树吗？不是，那您还对吧？事儿不就是这么个事儿嘛？我相信我们这年轻人已经看明白了，观众肯定看得也挺通透的。大家对于到了这个岁数，我们未来的生活应该怎么去过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？这个日子通过什么得来？让他们给你们讲讲，这个情感当中你们都有学习和提升的地方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李先生和女士哈，二位好。像您二位的这个年纪啊，通常来讲，在进入到一段感情，都会遇到3方面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经济的问题，第二个问题就是孩子的问题，第3个问题就是信任的问题。其实你们二位这3个问题全部都遇到了，对吧？您二位，我说的直白一点哈，大哥看上大姐长得好看，对吗？大姐看上大哥有一定的经济能力，对吗？哎，现在我们来说说大哥，您主要就是不信任嘛，我才跟你处了1年，万一你这怎么着了，我回头怎么跟我儿子交代，对不对？回头再来个什么人财两空的，你是不是就这么想的？对。你看，大姐您的问题，我不是说这个要管钱啊，要房产证。这是您的个人选择，我不去做判断对和错。但是呢，咱稍微要的有点多。比如说哈，给您儿子介绍女朋友，您就看不上，但人不是没介绍啊。给您姐姐家装修房子，您觉得装的不好，但人不是没去装呀。所以我说，其实您挺难伺候的。大哥。不是我说这个，您伺候不了。那我也喜欢他呀。你就喜欢这样的，你喜欢这样，你不给人家，人现在不干了。你们俩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互相信任的问题，就再婚夫妻可能多少都会遇到这个事儿。经济上的相处模式是最根源的问题。通常来讲，我们给出的建议就是之前的财产、债务各自承担，之后的日子、财务我们共享、共担、共有，这才能够走下去。当然，每一个家庭又有属于自己的个例，而你们2个人如果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经济相处模式，是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的。祝每一位幸福，谢谢。中老年人谈恋爱，你们应该只能算中年了。中老年人谈恋爱就结婚啊，也不都这样，也有谈恋爱的。我真见过60、70岁恋爱谈的特甜。我是觉得到这岁数反而更应该谈恋爱。对，因为你们现在不谈恋爱，结啥婚那就没什么意思可结嘛。这大哥直接上来我就想找个人搭伙过日子。什么叫搭伙过日子嘛？就你们俩相处了1年，连点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相处出来，为什么？急功近利。我也不懂啊，就为什么也离过1次婚了，到这年纪还那么急功近利。如果任何一个婚姻也好，
恋爱也好，结合也好，到最后形不成任何一点的信任和默契的话，那么这件事情就不要经营下去。那其实很简单嘛，你现在也在赚钱，我看那个大姐现在也不是完全没有经济基础，婚后你们再买个小的嘛，是不是？你出一点，多出一点，大姐这边少出一点，再买个小的，你们俩住，那个房子就给他儿子了，本身就是人家以前的，多大点事儿，是吧？还是因为防着对方，不防着对方，什么事都可以谈了嘛，是吧？如果你心里面真的觉得我不是完全看重那钱，我确实也看着你老实，对我也好，我说什么你也听，你看着他不完全是为了你漂亮，是吧？我觉得你这个人确实适合当老婆，我愿意跟你建立信任基础啊。好，你的担心我给你解决，你的担心我给你解决，不就好谈了吗？信任是谈出来的，信任不是防出来的，就这样。李先生和女士，你们好。从外表上来说，您别生。男人突然要找一精致的女人，那怎么可能呢？带出去有面子，对吧？好，即便是你。
介绍对象也好，找工作也好，唯一的一件事儿，你看房子其实也考虑儿子了，写我的名字嘛，那我儿子肯定就有一半嘛，哪里是问自己要的嘛？那姐姐那个事儿，你办砸办在哪儿了？孤儿寡母，好不容易有个人出来给撑把腰，长个面子，结果这面子没长，还折那儿了。这是唯一他为自己办的一件事儿，其他跟你要的都是为儿子。所以这事儿特简单。第一，回家让儿子独立起来；第二，你要真看上他身上某一些地方了，除了我说的钱乱七八糟那些地方，你们坦诚的再交流交流。您啊，现在就是应了那个词儿，叫扮猪吃老虎，别得了便宜又卖乖了，自己好好的想想吧，真诚面对彼此吧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希望。请开箱。来，看看吧。您那记忆里面是什么呀？给的什么呀？那是我俩认识这么长时间，他送给我买的最贵的东西。哦，还回去哈。还给他。那个呢？这啥意思啊？这是啊，我知道他喜欢首饰，以前呢总是让我给他买镯子，始终呢也没买。今天呢，为了挽回他的心，表达我一点心意，我都特意给他买了一只镯子。哎呦，他要不提这，你还不买呢是吧？行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来吧，看看这对嘉宾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来。就尊重他的选择，好不好？这次了，我都是他喜欢的东西我给买了，这是挽回他的心。哦，我也没成想到他离开。您就真觉得人家就要一镯子的，人跟你交往还是有真情的，你付出真情的吗？他可说了一句话：“我对你们爷俩怎么样，你心里有数。”但是你想他前面说你什么？天天去打牌，那你什么时候陪他呢？每天去应酬，看起来说的是钱。这时间你有给他吗？好好反思一下吧。谢谢您，请回。